剑无双？是他，就是他！怪不得夏芒会直接找上他了，原来他就是剑无双，在200年前杀死了夏燕的剑无双。果然是你动的手。是又如何？很好，我喜欢你的狂妄。放心，这里毕竟是招婿大会现场，有冷帝大人在，我夏族还不至于直接出手杀你。不过等招婿大会一结束，你没人救得了你。不管你这次引荐你的丹尊，还是你的师兄血刃尊主，都护不住你。护不护得了，还有我死不死，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我让你死，就得死。哼，是吗？我等着。火药味挺浓啊。不过也对，那剑无双杀的毕竟是夏芒的亲弟弟。我倒是挺佩服这小子的，明知道夏族一直在千方百计追查他的下落，他不找个地方躲起来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如此光明正大的来参加这次的招婿大会。难道他认为他的师兄或是丹尊可以保护他？丹尊虽然拥有不俗的力量，可据我所知，这剑无双跟丹尊应当并没有太大干系才对。丹尊绝不可能为了他而真正去跟夏族撕破脸皮。至于他的师兄血刃尊主嘛，虚空神殿18尊主之一，这身份的确不容小觑。但剑无双跟夏族的恩怨跟虚空神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虚空神殿可不能插手。就凭血刃尊主一人在夏族面前，还是显得有些不够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而已，敢杀我夏族的人，他必死。夏雨长老，火气挺大的嘛。血刃尊主，那剑无双杀我夏族二公子，我夏族没有将他所在的古门连根拔起，已经是很给你颜面了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我不识抬举又如何？怎么，莫非你连我都想杀？夏雨，不是我小看你，我就坐在这里，也不反抗。你有胆量，直接动手便是。哼，我不敢杀你，可我却敢杀剑无双，我就不信今日还有谁能够救他。走着瞧。血刃，你那位师弟看来今日麻烦会不少啊。小麻烦而已。父亲，剑无双当初是因为帮我才惹上那夏燕的，若是夏族对他出手，你可得帮他。啊，哈哈，夏族那可是东土大唐的第一霸族，你父亲我可招惹不起呀。父亲，行了行了，别着急，看着就是。今日这事儿啊，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。只有这样的女人，才有资格当我夏芒的妻子。开始吧。今日，本地替双儿举办着招婿大会，是为了给他挑选一位合适的夫婿。不过本地的女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迎娶的，想要迎娶本地的女儿，先就得拿出足够的诚意，其次便是看你们各自的天赋能耐。所以这次大会的胜负取决于2个方面，第一是你们各自带来的聘礼，第二便是你们的实力了。本地会从这2个方向选出最适合当双儿夫婿之人。这次参加招婿大会的天才俊杰一共有17人，现在便请你们一一上前，将你们准备的聘礼拿出来吧。冷帝大人，晚辈是来自东岩氏族的东岩虫，这次晚辈足足带了5件聘礼来，希望能够迎娶公主。我准备的这5件聘礼分别是古心丹、9曲法阵、血罗玉部分残图，此外
还有一座由众多奇珍异宝炼制而成的珍宝山，以及10柄高等层次的地神兵。大手笔啊！古心丹、九曲法阵还有血罗残玉图，虽然不算太过珍贵，但都有着特殊的功效，且异常难见。东岩氏族竟然一口气凑足了这3件宝物。那珍宝山我仔细看过了，炼制的那些奇珍异宝价值昂贵，若真论价值的话，这座珍宝山抵得上数百亿神晶了。还有那10柄高等地神兵，这份聘礼分量可当真不轻啊。下一位，剑无双，就剩下我们2个了。我很好奇，以你的背景，究竟可以拿出什么样的聘礼来？我能拿出什么聘礼来，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若是拿出的聘礼不够足够分量的话，小心被我给压下去。将我压下去？就凭你？剑无双，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就凭你背后的古门，凭你的那位师兄血刃尊主，就想压过我夏族？痴人说梦！你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着吧。冷帝大人，晚辈夏芒，这次为了迎娶公主殿下，晚辈特意准备了3份聘礼。3份？只有3份贺礼？3份又怎样？聘礼又不是讲数量，而是讲质量的。说不定他随便拿出1份贺礼，价值便远远超过其他天才准备的所有贺礼。诸位请看，这便是我准备的第1份贺礼——驻颜丹。驻颜丹？竟然是驻颜丹？据说这驻颜丹有永葆青春、漫长岁月、容颜不老的功效，甚至一名老婆子若是服下驻颜丹，都可以立即恢复变成少女模样，而且还会极其美貌。这驻颜丹虽然对武者而言没什么作用，可对很多女性修炼者而言，绝对是梦寐以求的丹药。冷帝大人，这驻颜丹的炼制材料在万古界早就绝迹，所以漫长岁月来也无人可以再将这丹药给炼制出来。不过我夏族还有些底蕴，刚好就有2枚驻颜丹，所以第1份聘礼便送上2枚驻颜丹。冷帝大人跟公主殿下可以一人服下1枚。你倒是有心了。那是如此可怕的煞气，不会错的，是血地魁，而且足足2尊。竟然是血地魁，这东西整个万古界都不多呀。哼，这血地魁随便拿出1尊来都足以匹敌一般的道尊，而这夏芒一下子就拿出2尊来，不愧是夏族，底蕴可真够深呐。我准备的第2份聘礼便是这2尊血地魁。我相信识货的人都知道，血地魁每1尊都足以抗衡正常的道尊，而2尊血地魁就相当于是2位道尊强者。早听说夏族里面有几尊血地魁，没想到这次你竟然带来了2尊，不错。冷帝大人，还有在场的众位前辈，你们都是万古界的顶尖强者，见识非凡，不知可曾听说过魔云谷？魔云谷，1万年前在万古界堪称是一方霸主的魔云谷。是他，那是一方无比强横的势力。如果真要比较的话，巅峰时期的魔云谷整体实力比起现在的夏族来也不会差上太多。不过可惜，这魔云谷早在1万年前便彻底覆灭了。诸位前辈，你们也都清楚，1万年前魔云谷之所以覆灭，那是因为魔云谷内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。那场大战太过惨烈，众多强者死去，且那场大战动静太过巨大，导致魔云谷所在的那片空间彻底坍塌。自那旷世大战之后，魔云谷便成了万古界流传的一处无比神秘的遗迹。漫长岁月来，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到那片遗迹当中。魔云谷遗迹在万古界的众多遗迹当中足以排进前10。听说想要进入魔云谷遗迹，就得聚集魔云谷当初4大长老的令符，难道
没错，我所准备的最后一份聘礼，便是魔云谷4大长老的令符。凭借4枚令符，可以进入魔云谷遗迹，得到遗迹当中留下的众多宝物。好大的手笔啊！魔云谷遗迹我也听过，当初发生在魔云谷内的旷世一战，活下来的仅仅只有有数的几人，而魔云谷内的众多神兵、宝物，也都留在了那遗迹当中，价值非同寻常。哈哈哈！大手笔呀，真是大手笔呀！不愧是夏族。夏云，你夏族为了跟皇室联姻，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啊！魔云谷遗迹，你夏族若是能得到，整体实力也得提升一个阶层吧？竟然舍得拿来当聘礼。不过一座魔云谷遗迹而已，我夏族还不放在心上。只要能够跟皇室联姻，付出代价再大也值得。冷帝大人，不知你对我夏族精心准备的这3份聘礼，可曾满意啊？不错，看来夏族倒是有些诚意。看样子，这聘礼上的比拼，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。夏雨长老，现在就结果，未免也太早了点吧？哼，怎么？莫非血刃尊主你认为，在场的这些人里边，有谁准备的聘礼能够比得上我夏族的？还是你的那位师弟能够拿得出比我夏族更珍贵、更难得的宝物？血刃尊主，你确定你没有异想天开？哼，等着瞧便是。谁的聘礼更加珍贵，不用我说，待会儿在场的诸位自有公论。虽然不可能比得上夏芒，但最起码也不能逊色于其他人才对，不然可就丢脸丢大发了呀。冷帝大人，晚辈剑无双。我这次前来参加招聘大会准备的聘礼，巧了，也是3份。哼，也是3份聘礼。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来自玉界普通宗门的乡巴佬，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聘礼来跟我的驻颜丹、血地魁、魔云谷遗迹做比较。这丹药名为大紫薇丹。大紫薇丹200多年前，我当时还在护龙军当中担任3爪血营卫。当时我与另外几名3爪血营卫一起接受了一次地狱级任务。那地狱级任务是因为公主殿下体内身怀剧毒，需要一种名为阴阳龙凤果的天才地宝去炼制大紫薇丹，抑制体内毒性。随后我们几名3爪血营卫闯入万古界的一处近乎必死的绝地，历经数次生死危机，最终只有我一人得到阴阳龙凤果，从那绝地当中活着走出来。而现在我便将这用阴阳龙凤果炼制的大紫薇丹作为我的第1份聘礼。这血风竟然真的是从星辰雾海走出来的，而且还得到了阴阳龙凤果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为了我竟然闯入了星辰雾海。剑无双，你的这第1份聘礼对双儿的确有大用，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。就算他的大紫薇丹比我驻颜丹用处更大，可这也仅仅只是第1份聘礼呢。冷帝大人，还有在场诸位大人们，诸位见多识广，这5枚丹药即便不用我介绍，想来诸位也能够认出来吧？这丹药莫非是菩提丹？对，是菩提丹，我曾经见过，这颜色还有香味，不会错的。竟然是传说中的菩提丹！这菩提丹，我还得好好感谢丹尊前辈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会有菩提丹？而且还一下子拿出了5枚来。哼，你这第2份聘礼比我的血地魁的确要更加珍贵。不过还有第3份呢。
我夏族准备的第3份聘礼，那可是一座巨大宝藏，谁人能及？这便是我准备的第3份聘礼，它的名字叫神兵阁。神兵阁？就这么一座宫殿，有什么用？哎，大家注意到没？这宫殿是他从乾坤界内拿出来的。这宫殿能够从乾坤界当中拿出来，应当是那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宫殿宝物。虽然颇为难得，但却算不上什么极致珍贵的至宝啊。这剑无双拿出的第3份聘礼，就是这么一座可随身携带的宫殿。这宫殿勉强可以媲美一件巅峰层次的地神兵，或许价值更高些，但用来做第3份聘礼却是不够。我当这小子能够再拿出什么样的聘礼来，感情就拿出这么一件东西。剑无双，这便是你拿出的第3份聘礼，就这么一座宫殿。哈，这座宫殿的价值比那菩提丹都要差些，你拿它作为最后一件聘礼，你莫非是在耍冷帝大人吗？师尊替我精心准备的聘礼，今天便让你们好好开开眼界。要开始了。开！神兵阁蕴含无尽的地神兵，其中剑类地神兵2631柄，刀类地神兵1594柄，枪类地神兵1423柄，斧类地神兵1080柄，棍类地神兵，所有种类地神兵全部加起来，一共13799柄，加上储存这些巅峰地神兵的神兵阁本身，刚好13800柄地神兵。这便是我剑无双迎娶公主殿下所精心准备的第3份聘礼。夏族是吧？魔云谷是吧？我倒要瞧瞧，那所谓的魔云谷遗迹能否比得上我的13800柄地神兵？哼哼，傻了吧？一个个都傻眼了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天哪！13800柄地神兵，若非亲眼看见，我绝对无法相信有人能够搜集如此恐怖数量的地神兵作为聘礼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！13800柄地神兵，我真怀疑他是不是将万古界所有的地神兵都找来了，真吓人呐！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地神兵，即便是集我东土大唐之力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怕也难凑齐这神兵阁的1/10。他又是如何拿得出来？难道是星辰雾海？星辰雾海神秘莫测，漫长岁月来从未有活人从里面走出来，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也没人知道。而这剑无双就从星辰雾海当中活着走出来了，他很有可能就是在星辰雾海内得到了莫大的机缘，所以才拿得出如此恐怖数量的地神兵。还有那菩提丹，8成也是来自星辰雾海的。对，绝对是星辰雾海。诸位，你们说说，我师弟准备的这第3份聘礼如何呀？简直是不可思议呀！13800柄地神兵啊！将我整个东岩氏族卖了，估计都比不上这神兵阁的1成。薛仁尊主，不知你那位师弟是如何得到这些地神兵的？我师弟如何得到的这些地神兵就不劳诸位费心了。我只是想问问诸位，我师弟拿出的3份聘礼，跟夏族夏芒拿出的3份聘礼比起来，如何？哼，拿出的聘礼比我夏族要好又如何？这招婿大会看的可不光是聘礼，还有天赋实力呢。谁能笑到最后，还不一定。剑无双，
虽然不清楚你如何得到的神兵格，不过接下来可是实力天赋的比拼。这种比拼完全靠个人实力，可没有什么运气成分在内的。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拿什么跟我比。接下来便是实力天赋的比拼。至于这比拼的规矩嘛，冷帝大人，这实力上的比拼就无需那般麻烦了。哦，众所周知，夏芒兄是万古界公认的第一永恒境，也是第一天才。论实力，他应当是我们当中最强的。而这招婿大会本就只是为了挑选出其最强的人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比了。我们当中谁若是对夏芒兄的实力有质疑的，直接出手挑战他便是了。若是赢了，自然可以获胜。而像我自知不是夏芒兄的对手，所以这轮比拼我就直接弃权了。夏芒，你认为如何？我倒是没什么意见。你们呢？好，那就这样吧。谁若是对夏芒实力存在质疑的，尽管出手便是，而不出手的就当是弃权了。早听说夏族大公子乃万古界永恒境的第一人，可惜一直无缘相见。今日既然见到了，倒要好好讨教讨教。另外，自千年前我踏足永恒境第6步以来，我也遇到了众多永恒境顶端强者，至今还从未拜过。希望今日我能够拜上一场。如你所愿，尽管出手吧。哼。什么？不愧是万古界第一永恒境，果然很强。既然如此，刘海公主，你的这位弟子倒是不错呀，年纪轻轻，居然可以将你的独门秘术修炼到这般地步。看这小家伙施展秘术的样子，那化海秘术的第1篇他已经完全掌握了。看来距离开辟出自己的道，成为道尊也不远了。幽海，恭喜你收了一个好弟子啊！我那弟子实力是不错，不过跟那夏芒比起来，还是要差上很远。我看夏芒刚刚那一道掌当中，已经包含部分自己的道了，而且我看得出，那应当是一条达到造化级别的道，只是还不够完善而已。造化级别的道，不愧是万古界第一天才，永恒境层次就敢直接开辟造化级别的道，真有魄力啊！如果他开辟的只是普通级或者天地级别的道，估计他老早就成为道尊了。当真妖孽啊！到此为止了。不愧是被称之为万古界第一永恒境的夏芒，我原以为凭借我的能力，即便敌不过你，最起码也能跟你苦战一番，可没有想到，我竟连逼你施展全部实力都做不到。这战，我败得心服口服。承让了。那厉天仇已经非常厉害了，可还是败了，而且那夏芒明显没用尽全力啊。败得不远，毕竟他的对手是夏芒。那夏芒太强了，永恒境当中根本没人会是他的对手。剑无双，200多年前你在紫荆岛外杀了我弟弟夏燕，今日就在这招婿大会上，你可有胆量上前来跟我这个当哥哥的正面一战，生死不论？挑战？不是剑无双挑战夏芒，而是这夏芒主动挑战剑无双。哼，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这剑无双敢应战吗？应战？他傻才应战，这可是实力对决，并非刚刚那第1轮的聘礼的较量。而且那夏芒可是说生死不论的，
意思是，就算在待会儿的对决当中，那夏芒将剑无双杀死了，那也是白杀。这夏芒够狠的。夏雨长老，这里毕竟是冷帝大人亲自举办的招婿大会，在这大会上杀人，怕是不好吧？哼，那剑无双杀了我夏族的二公子，这件事岂能如此简单接过？我说过，今日没人能护得住他。至于那招婿大会，我夏族当然不会驳冷帝大人的面子。那剑无双若是没有胆量，大可直接拒绝就是。我夏族自然会等着招婿大会结束了，再找机会杀他。挑战小师弟，还生死不论，哼！那夏芒还真是会给自己挖坟墓啊！蠢货，这夏芒还真是个蠢货。别人说他是万古界第一永恒境，他就真以为自己是了。他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老三。这夏芒是自己找死。你要战，那便战。你我之间非生即死。应战了，他应战了！非生即死的对决，这剑无双竟然也敢应战，好大的胆子！是愚蠢，还是真有一战之力啊？看来这夏芒是真动杀心了。剑无双，我马上便会让你知道，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动手吧！哼！崩天！夏芒他是想要一招灭杀掉剑无双吗？一招？如此恐怖的一掌，或许真有可能一招灭杀呀！他没拔剑，他背负长剑，那应该就是剑道修炼者了。可面对夏芒的攻击，还没有拔剑。他想干什么？难不成想要单靠拳头去跟夏芒硬碰硬？他傻了吧？还是说，他明知道必死，所以已经放弃抵抗了？夏芒已经全力以赴了，拿出了自己的神兵，甚至施展了极其强横的秘术。这时候这剑无双连剑都不拔，直接靠拳头去硬拼，他找死不成吗？疯了！单单一个永恒境，根本没资格让我拔剑。夏芒，有句话，很早之前我便想告诉你。啊？人人都说你夏芒是万古界第一永恒境，可在我看来，你这万古界第一永恒境，不过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，狗屁不如。拜吧！怎么可能？万古界第一永恒境，当初在星辰岛，我以天神之境闯过黑塔第3层考验时，我的实力便已经可以碾压自动。而现在，我已突破达到永恒境，战力暴增了无数倍。夏芒败了吗？不可能！我在做梦吗？竟然有永恒境击败了夏芒，而且只用一招。他确定只是永恒境，而不是道尊？可一个永恒境如何能够一招击败夏芒啊？这不可能的呀！第7步。的确，只有传说中跨入第7步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天才，才有可能在永恒境层次便具备道尊的实力。这剑无双就是这种天才。传说中的第7步啊，整个万古界据说也只有1人曾经踏足过第7步，而那却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没想到今日又多出来了一位。永恒境媲美道尊，简直不可思议。雪人，你的这位师弟着实不错，如此天赋，想来就算是店主大人知道了，都会颇为赞赏才对。那是，我这师弟论天赋，可远比我要高得多。夏雨，现在你可还有话要说？哼，这场对决还没结束呢，你得意什么？哦，
剑无双，剑无双，剑无双，没想到你的战力竟然会达到这一步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你应当已经跨入了传说中的第7步吧？哼，第7步啊，万古界存在至今，也仅仅只有1人达到过，而你竟然也达到了，哼，厉害呀，当真厉害呀！剑无双，你真以为光凭这样就能够击败我了吗？你太天真了，也太自以为是了。等着吧，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要来了。一个永恒镜能够一招击败我的分身，剑无双，你很不错。分身，刚刚被剑无双一招击败的，仅仅是夏芒的分身。仅仅只是分身，便可以轻易击败厉天仇，那他的本尊，道尊，这夏芒竟然已经突破达到道尊了。他才修炼多久啊？竟然是道尊！好家伙，这夏芒听说他才修炼了数千年吧，数千年便成为了道尊，这应当是万古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道尊吧？我们刚刚都被他的分身骗了，他的分身施展的手段，对自己开辟出来的道只显露了部分，并不完整。可现在看来，他既然已经成为道尊，那他肯定开辟了完整的道，而且还是造化级别的道。开辟造化级别的道成就道尊，即便刚突破，那也是一转顶端层次。夏雨长老，你们夏族倒是真的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这般年纪便成为道尊，而且开辟的还是造化级别的道，将来成就必然非同小可。这老东西，怪不得不服输了。原来那夏芒竟然早就成为了道尊，而刚刚出场的，仅仅只是一尊分身而已。剑无双，你小心了，这夏芒开辟的是一条造化级别的道，一突破道尊，便是一尊顶端道尊，实力非同小可。看样子，我之前倒是真小瞧他了，不过这样才有意思。我很想知道，身为道尊的你，实力又能有多强？会让你知道的。什么？道尊之战！尽管随意出手。剑无双，那是人大手印，竟然是这等秘术！剑阵凝，去！武魂大手印，遮云手。夏芒，身为道尊的你，实力便只有这等程度吗？啊？如果只有这种程度的话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永恒境的你，在我面前根本就是个笑话，而就算成为道尊，也依旧只是笑话。第二重剑阵，凝，上！败了，这一次是真的败了，他都差点被杀了，我竟然差一点就死了。夏芒他竟然败了，他可是货真价实的道尊啊，而且开辟出了造化级别的道，战力可是达到了一转顶端层次的。一名永恒境正面击败，甚至差点击杀了一位一步顶端的道尊。
万古第一，只有这剑无双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万古界第一永恒境啊，也是真正的第一天才。那夏芒在他的面前的确只是一个笑话呀！混账！这小畜生竟然敢下杀手！下杀手又如何？似乎是那夏芒主动挑战我师弟的，而且也是他提出生死不论的。在场这么多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到底是谁想杀谁？冷帝大人，这一战胜负已分，结果大家也显而易见。接下来就请冷帝大人宣布替公主殿下挑选的驸马吧。冷帝，希望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，不然的话……母亲，之前你答应过我的，希望你能够遵守承诺。冷帝大人，我夏族与你的约定，一切都得基于夏族与东土大唐联姻之上。可若是这联姻不存在，那咱们之间的约定也就此作废。这剑无双竟然这般了得，那夏芒也真是废物，堂堂一转顶端道尊，竟然会败在一个永恒境手里，这下倒是麻烦了。我东土大唐的驸马只能有一个，他便是夏族夏芒。竟然是夏芒！开什么玩笑？当我们都是瞎子吗？这昭旭大会2轮比拼，结果都是剑无双将那夏芒碾压。剑无双才是昭旭大会的获胜者，东土大唐的驸马爷也应该是他，怎么会是这夏芒呢？哼，这位冷帝竟然如此不要脸！他既然早就认定夏芒为驸马，为何要举办这昭旭大会？哎呀，自欺欺人呐！这位冷帝竟然真敢这么做，为了跟夏族联姻，竟然连自己还有东土大唐的颜面都不顾了。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？跟夏族联姻，莫非就那般重要？原来冷帝大人早就认定了夏芒是驸马了。早说嘛，早说的话，那我幽海宫便不会掺和了。早听说冷帝大人手段狠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今日老夫算是见识了。冷帝大人，你可知道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在做什么本帝自然知晓，就不劳血刃尊主你费心了。这昭旭大会的结果由本帝说了算，本帝认为那夏芒更适合作为女儿的夫婿，那他就是我女儿的夫婿，这跟血刃尊主又有什么关系？冷帝，冷帝，母亲，你食言了。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剑无双，你在昭旭大会上压过我又如何？你拿出的聘礼比我好，实力比我强又能怎样？到最后，这驸马的位置还不是我的，那冷如霜最后还不是会变成我的女人？至于你，一个从偏远域界而来，走了一点狗屎运的乡巴佬，也跟我争，可笑，真是可笑！你凭什么跟我争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看到了吧？你现在看到了吧？哼，是不是很愤怒，很不甘？可你又能如何？没用的，冷帝大人早就认定我是驸马了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。你无非就只能在昭旭大会上蹦跶1、2下而已。等昭旭大会一结束，我夏族便会立即杀死你，到那时候便是你最终的结果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拿出了足以令世人都为之震惊的聘礼，也展露出了堪称万古界第一的天赋了，为什么还不选择我？冷帝，你做的够绝的呀！
剑无双，你对本帝的决定有质疑吗？哼，质疑？哼，堂堂冷帝大人的决定，普天之下谁敢质疑？不过这昭旭大会的主角毕竟不是冷帝大人你，而是冷无双。什么？剑无双？冷无双，你可曾记得，当初在千古界，在天然居，我刚见到你时，你替我弹奏的那首曲子吗？那首曲子我知道，叫做《冰心神曲》。冰心神曲原是冰冷异常，可当我听到这首曲子时，我的心却跟着融化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心里便已经有了你的痕迹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也从未忘记过，反而越来越深了。冷如霜，今日在不用考虑一切外在因素的前提下，当着在场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万古界的强者，我就想要问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我，双儿，我愿意。天地见证，从今天开始，冷如霜便是我剑无双的女人，她只能嫁给我一个，哪怕上天入地，哪怕屠尽亿万众生，我剑无双都要娶她。胆敢阻拦我者，神挡杀神，佛挡诸佛。冷帝，你可要阻我？有胆量！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本帝说话的人，该死！不好！冷帝，这便是旭日剑帝留下的第3道剑印，果然很强。冷帝，你不配做冷无双的母亲。今日这一剑，我或许无法当场斩杀你，但却足以断你一臂。剑无双，我要你死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哼！贱婢，你太过分了！萧帝，是萧帝！4大帝尊之一的萧帝，他竟然来了！萧帝呀！这10人，莫非便是萧帝座下的10大战神？是他们。巅峰时期东土大唐的4大帝尊，每一位麾下都有一批忠实的道尊强者，而4大帝尊当中排在第2位的萧帝，麾下便拥有闻名万古界的10大战神。这10大战神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道尊强者，而且实力都不弱。当初萧帝跟冷帝决裂，两者爆发大战，萧帝战败，10大战神也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可这么多年过去，很显然萧帝已经重新聚集了新的10大战神。萧帝亲自到来，连带着10大战神也到场，这下子倒是热闹了。萧帝前辈，小家伙做得不错。可惜冷帝还是选择了夏芒，不然为了跟夏族联姻，连自己还有东土大唐的颜面都不顾，这贱婢竟然已经堕落成这样了。姓萧的，你竟然还敢来！哼，那双儿也是我的女儿，她的终身大事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贱婢，我早知你心性狠辣，却也没有想到会狠辣到这一步。你是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不顾了。今日既然有我在，那双儿的终身大事便由不得你做主。就凭你！当初你我一战，你沦为丧家之犬，最终只能带着麾下的部下逃离东土大唐。那么多年了，你都不敢露面，而今日你还想阻我？凭什么？就凭你麾下这10大战神？当然不知。我今日既然会来，自然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北冥号是北冥氏族的北冥号，还有北冥氏族的几大道尊。至于另外那些人，也都是万古界颇有名气的道尊。
他们都被萧帝邀请而来了吗？北冥氏族，北冥浩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姓萧的，看来你今日是来一雪前耻的。不过单单是这份阵容，可还不够。当然不止这些。紫荆岛主，紫荆岛主，今日之事你也要插手？冷帝，你与萧帝都曾是老夫好友，而且你们两个本身又是夫妻，按道理你们两人之间的斗争，我这个外人不方便插手。奈何你们这段时间在暗地里所行之事太伤天和，老夫不得不管。丹尊，可否替老夫照顾下小女？举手之劳，自然没问题。多谢了。婉儿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求我要我帮那剑无双吗？现在我可是如你所愿了。父亲，去吧。紫荆岛主，好一个紫荆岛主！还有谁？还有谁是这姓萧的邀请而来的？一并出来吧！还有我。师兄，小师弟，我说过，这大会若是真出了什么变故，我定当助你一臂之力。血刃尊主，你身为虚空神殿的尊主，莫非也要掺和今日之事？冷帝大人误会了。冷帝大人，血刃尊主今日是以个人身份出手的，跟我虚空神殿并无干系。个人身份？那也就是说，我就算杀了他，事后虚空神殿也不会怪罪了？对。很好，好得很。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招婿大会，却没想生出这么多变故来，而且还冒出这么多人跟姓萧的站在一起。也好，省得本地一个一个去找你们，今日本地便将你们一网打尽。但凡跟姓萧的站在同一阵营的，一个都别想活。众天卫何在？是冷帝麾下的24天卫。传闻这24天卫是冷帝麾下最精锐的力量，24人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道尊。夏雨，今日之事皆由我们双方联姻所致，你们夏族莫非不打算出把力吗？冷帝大人说笑了，既然我们双方已经联姻，那从今往后自然是一家人。不管是谁与冷帝大人你作对，那便是与我夏族作对。我夏族当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小弟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夏涛，紫荆岛主，你竟然也在，看样子你是站在萧帝这阵营了。不错。可惜我之前也打算与你结为亲家的，谁曾想到出现这般变故。不过既然成不了亲家，且你又站在萧帝阵营，那我今日也只能将你这位名震万古界的紫荆岛主彻底留下来了。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活够了。夏家主若是愿意帮上一把，老夫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好了，废话就不必多说了。贱婢，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今日也该彻底做个了结了。哼，当初你被我杀得如丧家之犬，而今日也必定是一样的。动手！小家伙，你注意照顾好自己。可以。杀！赶紧退开，我们赶紧退！太可怕了，这简直非人力可以达到。他们是什么？足足60余位道尊的大战，哈哈，整个万古界的道尊加起来又能有多少？
贱婢，本座今日要亲手杀了你！就凭你，还不配！哼，贱婢，多年不曾交手，你的实力一点都没变吗？该死！若非本帝不慎被那剑无双小子斩掉一臂，你当本帝会敌不过你？夏涛，老夫很想知道，你今日如何将老夫彻底留在这里？哼，马上你便会知道了。杀！剑无双！夏七、东长老，我们三人联手杀了这剑无双。3位道尊。剑无双，不用担心，这3人除了那夏芒达到了1转顶端之外，其他2人都只是1转高等罢了。即便3人联手，凭你的能力也能抗衡。都是1转道尊，那便战吧！给我滚！怎么可能？这小子还有底牌！大公子，这剑无双实力极其了得，光凭我们2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被他逐一击破的份儿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传讯让贺老抽身赶来了。贺老，贺老，小子，我就知道二公子是你杀的。剑无双，你小心了，这人实力很强，已经达到了2转道尊的层次。2转道尊，也就是说他已经开辟出2条道了。不过他开辟的道都只是普通级别的道，在2转道尊当中并不强，你可以尝试跟他去斗上一斗。我明白了。杀！哼，可笑！这是什么手段？这名道尊开辟的道威能虽然很弱，但却颇为古怪。剑无双，你小心点。还用你说吗？这是。为什么？母亲，为什么？我从小到大，那么多年，从不曾忤逆过你，也不曾违背过你的意愿。当初你与父亲决裂，父亲战败，我明知是你的错，却依旧留在你身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现在你要这么对我？我爱剑无双，我要嫁给他，你为何要阻我？为什么？怎么会？这位血刃尊主的实力竟然强成这样！血刃世界的尊主，我之前也不是没交过手，没这么强的呀！不好！疯了！疯了！这丫头竟然解开了封印，她找死不成？是你伤了她。大罪孽，竟然是先天大罪孽者！我的天！先天大罪孽者？什么大罪孽？现在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，毕竟1句2句的也解释不清楚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你的这位小女友，她的存在就是一场悲剧，她活着就是为了痛苦，注定受尽无尽折磨。至于为什么，应当跟她的父母有关。生来注定受尽折磨？还有谁敢伤她？混账！双儿，你疯了不成？就为了一个剑无双，你竟然不惜解除你体内的封印？你可知那封印一解开，你今后都会面对些什么？那是无尽痛苦的折磨，无尽岁月生不如死的日子，就为了这样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值吗？
我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第一丝温暖，便是他在千古界替我疗毒时他给我的。你问我值不值？当然值。蠢货！国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事情的缘由，一时半会儿我也解释不清楚。不过你这位小女友，为了你竟然解除了体内的封印，单凭这一点，她对你当真不错。今后若是有可能，你好好待她便是。说的轻巧。国师，局势都已经这样了，你难道还不出手吗？再不出手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今日可就都付诸东流了。他便是东土大唐内那位神秘的国师吗？神海还有血鹰战甲的创造者。终于露面了吗？老夫本没打算这么早便出现的，毕竟你的那位朋友也还没出现。朋友？不愧是能够令萧师弟这般忌惮的人物。本座自以为隐匿的非常好的，可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云帝，是你？云帝，你也要站在姓萧的那一边吗？四师妹，你与萧师弟与我都是同门师兄弟，若是平时我这个做师兄的不会偏袒你们任何一人，但这一次你太过分了。若是师尊回来知晓你现在所行之事，怕是会亲手处置你。师尊？哼，师尊都已经消失这么多年了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谁知道他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？且就算师尊还活着，那又如何？我所行之事，不也是为了东土大唐吗？混账！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，今日我这个做师兄的便要替师尊清理门户。哼，清理门户？就凭你？那就看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吧。国师，看你的了。萧师弟，这便是令你无比忌惮的那位国师。上次我与那贱婢大战，原本一直占据上风，结果就是这国师忽然出手，直接落败。尽管那次他是与贱婢联手，可我依旧看得出他的实力比我要强上不少，而且手段极其高明。这一次我准备的颇为充分，甚至将你都请了过来，可即便你我二人联手对上他，胜算估计也只有30%。30%？那我倒是要瞧瞧这位国师到底能有多强。开！有点意思。竟然如此简单的就化解了我的这一招。怎么可能？东土大唐4大帝尊当中的萧帝、云帝，道尊当中能够达到你们2位这样的层次，倒当真不错。若是上一次大战你2人能够联手的话，或许对老夫还能产生一些威胁，但现在却不同了。毕竟这么多年过来，老夫的实力可是恢复了不少。实力恢复了不少？他的实力莫非已经到达了那一步了吗？那一步？麻烦大了。这速度！萧帝，之前那一次你已经败了，为何还要这般执着呢？
萧帝前辈。好家伙，之前出场的那些人虽然都很强横，但终归只是道尊层次。可这人竟然跨出了那一步。没想到在这一届，竟然会有一位逆修。逆修啊，无比独特的存在，在这偌大的天地间，估计都没有几个。若是早些看到你，老夫倒真想将你收为亲传弟子。可惜你选错了阵营。既然你与老夫已经站在对立面了，那老夫今日也只能将你这位逆修提前抹杀了。剑无双，小心！你逃不掉的。你敢伤他？雕虫小技，若非你是冷帝之女，老夫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滚！灭吧！不好，糟了！不！我要你死！小师弟，师尊，师弟有难，救！终归还是来了吗？门主，该你出手了。你确定要无出手？对。那好，记住你与吾之间的约定。当然，此战之后，你想去哪里便可以去哪里。空间通道已经给你打通了，去吧。很好，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吾吧。玄一，咱们有缘再见。竟然没有命合，难道是逆修的缘由？你该死！那剑无双总算死了吗？死了，剑无双，你终于死了吗？死得好，死得好啊！你一个来自玉界小宗门的乡巴佬，竟然敢跟我争女人，你也配？大公子，小心！天怎么黑了？不！蒙儿是古神，而且还是王族古神。古门门主古铜，古神一族，而且还是七星王族的古神。门主大人，你是玄一的弟子，多年前吾的化身曾经见过你。玄一让吾前来助他弟子一臂之力。吾的对手是谁？门主大人，是他。是你？死！魔云掌！古铜啊，不，身为王族古神的你，应该被称之为古铜王。老实说，刚刚看到你出来，一尊七星王尊古神，即便是老夫也吓了一跳。七星王族古神呐，纵然是老夫实力恢复达到了巅峰，那也是只能仰望的存在。不过很显然，你跟老夫一样，
也是遭逢重创，实力巨损，这才会出现在这方世界当中的。且你现在的实力恐怕顶多只恢复了1成，战力也只有5星层次。不然在你刚刚那一拳之下，老夫绝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。就算只恢复1成功力，杀你也是易如反掌。是吗？血煞兵甲。不愧是7星王族古神，见识倒是非凡，竟然可以将血煞兵甲给认出来。不过有一点你弄错了，我手中这件战甲并非是血煞兵甲，而是血煞降甲。这么多年了，每日每夜大量运气灌输，这血煞降甲破损的部位总算是彻底修复好了。古潼王，刚刚那次碰撞不算数，现在咱们重新来过。来吧，来吧。个贱婢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该死！夏涛，今日一战，本帝跟国师都已竭尽全力，可你夏族若是还有所保留，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话，那咱们之前的约定便就此作废。本帝与国师会相继离开，将东土大唐拱手让给那姓萧的。哼，别以为本帝不知道，你夏族无尽岁月来矗立于东土大唐不倒，底蕴深不可测，可不是眼前这些个道尊能够代表的。别的不说，单单那不朽军团，是否也该露面了？既然冷帝大人亲自要求，那我夏族又岂会藏着捏着？不朽军团出动！不对，这些人感觉上虽然是道尊，但气息有些古怪。这便是夏族的不朽军团，竟然有100人之多。虽然代价大些，但作用也大。这么多年的积累，如今这不朽军团总算派上用场。那是夏明，夏族的上一任家主夏明。这个老东西，不是听说他在100万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怎么现在活得好好的？夏族藏得可真够深的。动手吧！不朽军团，上！不好，麻烦大了！挡住，想办法挡住他们！这些道尊都只是最普通、最弱的那一层次道尊，小心点，还有机会！小弟挡住，挡不住了，我们挡不住了！难道又要像上一次一样，夹着尾巴逃窜？剑无双，剑无双！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现在战场局势很糟糕，你快去帮萧帝前辈，用不着管我，我很快便会彻底恢复的。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若真是遇到危急关头，可以强行吸收洛真王的精血，博取一线生机，是吧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说呢？剑无双，你别傻！你体内的那滴精血，可是洛真王死前花费了莫大代价留下来的传承精血，何等难得！你今后只要花费时间去慢慢吸收，将来注定成为顶尖强者的。而若是强行吸收，虽然可以短时间内令实力暴涨，可那只是暂时的，纯粹是浪费。那精血反噬起来，你也绝不好过。另外，眼前的局势虽然糟糕，但也不是没有回转的余地。站在你阵营的那些强者，说不定还有什么底牌不曾施展。再说了，就算真敌不过，你们也可以逃啊！
等他日卷土重来就是。他日卷土重来？今日这场大战本是因我而起，现在到了危难之际，我又岂能躲在众人的身后？这岂是我剑无双所为？剑无双，还好，只是一场